嗨嗨，今天应粉丝的要求，要来聊头脑中心连到逻辑中心64到47的这条通道，我是不是很宠粉丝啊？其实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想要听哪一条通道，或者是人类图里面的哪一块资讯，我都会尽量的优先安排在后面的影片中哦。今天要聊这条通道，我觉得非常值得聊，因为它有一个很容易误解的名字，而且我相信在其他影片中应该很少听到像我这样的解释，所以今天你们听到赚到咯。64到47抽象的通道位于头脑中心的64号闸门，称为困惑的闸门。脑中总是会有许多片段的画面，这个闸门呢，对于图像画面比较有感，所以如果看到一段文字，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出很多画面，图像式记忆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有效率的。同时这个闸门呢，它处理的资讯是属于过去的，过去的，然后又是图像，因此他们的脑中常常跑着人生跑马灯，但是啊，一幕一幕片段的杂乱无章的画面老是充斥在他们的脑中，所以这个闸门打开的人往往会觉得很困惑，到底为什么我的脑子中有这么多画面？那他们有什么意义？我可以怎么运用这些资讯呢？所以叫做困惑的闸门嘛。接着我们来看通道的另一端，在逻辑中心的47号闸门，这个闸门叫做理解的闸门。好咯，困惑的闸门，现在遇到理解的闸门，是不是事情好像就有解答啦？如果我们说64号闸门那一端就像是一堆还没有处理的画面，那么47号闸门它就像是一个剪辑师，他把那些画面以他个人的经验理解，然后呢，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赋予这些影像画面意义。所以真的有不少影像工作者，他们这条通道都是有打开的哦。那这里要稍微提到，就是这一条通道是属于社会人回路里面的感知回路，所以他处理以及他所谓的理解的方式，是以他个人过去经验，然后他的感受，他的体会到的东西去理解，所以比较不是逻辑性的那种理解方式哦。那么为什么64到47这条通道叫做抽象的通道呢？因为这条通道的原文叫做 Channel of Abstraction，所以就直接可能我觉得它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我觉得不能说它是误译，而是对于抽象这个字，现在我们可能有了不一样的解释。首先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对于抽象是什么感觉？听到这条通道是抽象的通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很难理解？例如我有看过有一些文章或是影片形容64到47这条抽象的通道的人，他的脑子里就是有很多抽象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子讲不算是很正确。我知道很多人我们现在听到抽象两个字就会觉得就是很难具体形容，好像不在框架内的那一种表现方式嘛。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学过一些电脑程式的人，你在听到我刚刚解释64号闸门是很复杂的片段的这些资讯，然后经由47号闸门用自己的语义阐述去理解去赋予意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联想到了 Computer Science 里面的 Abstraction 抽象化。这里的意思就是指程式呢用可能模组化或是它自己的特别的语法，它只显现重要的外观或是一些简化的平台，而不去把
里面很复杂的、很细节的处理细节显现出来，这样在操作上或解决问题上会比较简单。所以其实抽象这个字，我觉得它比较是倾向截取重点或是萃取浓缩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抽象这个字，我们有好像很难理解，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已经被抽象的作品，例如艺术家一些画家，一些他可能不是那种临摹派的，他可能不是素描，所以他不是做那种很细致的，他会用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去掉一些细节。例如他觉得这个地方我只要用一个大色块来表现，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这个颜色或是光影，我不要那些很细的东西，他过滤掉了，他筛选掉那些他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他只表现他认为的重点。但我们可能看过太多这种抽象派的艺术家的作品之后，我们觉得我不懂他在表现什么他的表达我好难理解，因为毕竟那是他个人认为这个是重点嘛。那他把细节去掉之后，我们可能就不懂他原来要表现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就把抽象这个字现在会很容易第一个时间联想到就是无法理解，抓不到它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好像不太能够具体的形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容易误解的原因是这样。因此我觉得这个抽象的通道，不能说抽象是犯错，只是说抽象我们现在已经有其他的解读了。所以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截取重点的通道、萃取的通道，可能你就会比较理解这条通道的意义了。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剪辑师或是导演一样的这个角色，就好像导演跟剪辑师，其实他们也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以他们自己的风格，他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体验到的，他们可能有一些感受，对这些画面有一些感受，他就是这样子组合或是筛选掉一些画面，他拿他要的画面组合剪辑成一个作品嘛。那这条通道它的意思大概就是类似电影或是剪辑师做的事情。他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从他的脑子里，他过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去找那些画面，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呢？他就会去排，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找到了一个这件事情的意义在这里，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他有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意义，自己认为的真相。那刚刚也提到，这是一条社会人的回路，所以他也会很愿意跟别人分享。所以有可能你有一个有6447号这样通道的朋友，你可能只是跟他聊天，聊到了一个你遇到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以前遇过这件事情我的经验里有这个画面，他就开始帮你想这件事情开始剪辑了，开始组合他的画面了，然后他就会找到一个这件事情可能是怎么样，这件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希望可以帮你解决。因为头脑中心有3条通道，这3条通道不论你有哪一条，你的脑子里都有一股很大的思考压力，因为你的脑子里一直都有很多资讯在里面。那我会建议呢，可以让自己的头脑适时的关机，因为你一直想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头痛、失眠。你的这些脑子里的压力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话，你就是一直在消耗你自己啊。更何况有可能你有时候想的事情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啊，那又何必呢？好啦，今天的人类图小学堂就到这里咯。如果你听了之后有任何疑问，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对了，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留言、点赞、分享，当然还要订阅啊。好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